大家好，人在世间飘，哪有不挨刀？就像欧洲这场一言不合就刀兵相见的战争一样，很多东西实际上都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然而呢，我们最好能有所预见，有所准备。如此的话，当最糟的事情降临的时候，至少我们不会手足无措、惊恐万分，甚至堕入深谷。赵丽颖离婚之后复出以来，很多的不顺不为人知。然而呢，她不断尝试新路，不断寻求突破。王一博蛰伏2个月之后，突然之间爆火，热爆中国。其实危机和悬念同样有起有落，不为人知。例如，对家正在积极的罗织王一博的私生活片段，因为这方面的杀伤力独一无二，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然而，活下去、活滋润的机会，只会给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22年的3月9号，乐华娱乐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的申请。中信建设和招商证券成为了联席的保荐人。乐华的投标书洋洋洒洒，说的天花乱坠，志向高远，心怀宇宙了。然而呢，说来说去，自然而然的焦点之中的焦点，那个王一博无疑成为了最大的亮点和卖点了。卡在这个时间点去强推乐华的品牌，去圈钱金色的未来。这个号称国内最大的艺人管理公司上杆子，着急忙慌的要上市。说白了，目的很简单，就是2个字：绑定。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今年是2022年，是王一博即将2次飞跃的历史元年。那么为什么我会说2022年是王一博的历史元年呢？正是因为我在之前的各期的视频当中，已经反反复复提到了2022年对于王一博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实际上就是对赌一把明天的自己。这种重要性对于王大姐姐赵丽颖一模一样。而且可以说，赵丽颖第一把的对赌，偏偏就输在了时间上。甚至可以跟年度证据之王人世间一较高下的那个幸福到家，被央视一套先扬后抑，甚至先扬后弃。那么您到底读得出个中的诡异出来吗？老导演郑晓龙表示说，该剧无法在央视平台播出，是因为已经提前签好了2家的地方台了。结果呢，4方协调未果，最终导致了原定的计划重回到了轨道之上。这种被人打脸之后再自我打脸的说辞，只会让新闻我忍不住要心疼赵丽颖一把了。即便的确一向傲娇唯我独尊的央视，以总台的形式发布会、自建热搜话题等等，特别高大上的方式，多管道多平台的隆重宣发了幸福到万家。这种待遇，这种阵仗，这种牌面，去力推一部非自家的时代大剧，的确情况罕见，羡煞旁人，特别的赏脸，特别的给力。对赵丽颖本人而言，也绝对是脸上贴金的那一种，获益良多的那一种。然而呢，这种超长待遇的超长的代价，最终也是超长的。网飞高分剧《后羿弃兵》当中有这么样的一句名言，就是并不是一味的进攻，有时退回一枚棋子反而比较好。说的就是这么一个超级简单的道理。
当我们凡事都往好的那一方面去想的话，的的确确很积极，也很正面。然而呢，凡事都做好最坏的打算，注定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的铁律。不断前进当中的赵丽颖如此，不断飞跑飞跃当中的王一博也如此。2022年注定是王一博深刻影响乐华的一年，同样也是王一博深刻影响着他自己未来的一年。包括他非常看好、非常押宝的电影《无名》。在希望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王一博在影片当中人设立定与否，真的会深刻的影响到他下一部作品的持续转型和路人的口碑。而在30秒的无名宣传片当中，王一博所饰演的那个叶密，如果展示的人物设定有层次、有复杂度的话，那么无疑将会是一个王一博标志性的演技杀拐点，特别是眼神杀。如果剧中的王一博跟同伙王全军在杀人灭口之后一起抛尸大海，一起毁尸灭迹，是一支平铺直叙的故事主轴下的插曲来的，那么这个妥妥的反派人物的设定，或许很难让人看到万众期待当中的演技上的大突破，因为这样的剧情已经预先限定了演技的发挥了。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流量吴亦凡跟演技梁朝伟联合主演的那部《欧洲攻略》一样，吴亦凡的人设基本上就是一个全程装酷装帅、全程扑克脸的大配的人设。因此呢，如果王一博的人物属性是亦正亦邪的双面角色的话，那就十足带感的了。无论是心路感化、洗心革面、最终自我救赎，还是白皮红心成功的打入到敌人内部的卧底形象，这种的人设无疑是丰满的，是有分量的。相信这种人设在演技天花板梁朝伟的提携之下，注定会成为王一博演技大翻身、大爆发的最强说服力的戏剧性一幕了。导演陈儿很明显，最大的烟雾弹就放在了这短短的30秒当中了。我之前也已经为此深扒过的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根据这30秒的王一博的人物造型、说话口气以及语言冲突，或简单化或烟雾化的人设能否最终立得住，真的值得大家伙预先做好某种的心理准备，一同拭目以待的了。因为不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就可能会像赵丽颖的幸福一样，溜了半天，来了又去，剩下了一地的空欢喜出来。说实在的，也真有人表现出了真欢喜出来了，那就是赵丽颖的黑粉们。有人已经急不可耐、着急忙慌的出来讥讽赵丽颖了，说新戏被退货，央视不待见，等等等等。新闻我只能说，这种只看表象的人永远都嗅不到真相的味道出来。要说央视不待见，注定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脑的言论来的。因为财大气粗、目空一切的央视，如果不待见赵丽颖的话，就不会大张旗鼓的去包养赵丽颖，去宣传这部剧那么多的事儿了。大家伙前段时间都是
有目共睹的。央视对幸福到万家的营销已经做到了精准到位、铺天盖地的那一种，不仅有热度、有关注，而且呢还超有排面。这种前期的大肆的铺排，只要该剧在播出之后依旧是口碑不倒的话，依旧是立得住的话，注定都会对赵丽颖百利而无一弊的。而新戏被退货的说法就非常值得玩味和说道的，因为这里面真的藏着央视的大旗了。这也注定了 99.99% 的人，就算绞尽了自己的脑汁，大开了自己的脑洞，也都会注定想不到的。这也有点像有些人心目当中的完美版的王一宝一样，一点点的小的改变，或许就会瞬间产生出来翻天覆地的错觉感出来一样。在这些粉丝的心目当中，王一博干什么都是完美的。至于影视剧当中王一博所饰演的角色，也注定都是正面的人物、讨喜的人物才行。所以呢，无名的片花一出，不少的模特姐姐一时半会儿都不能接受王一博这次或许饰演坏人的唯三的可能性。希望我在这里只想说，粉丝的心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呢，无论选择舒适区还是停留在以前，这些想法实际上对于王一博而言有利有弊，不太现实。利就不用说了，万千宠爱一同养成温室的花朵，风风雨雨自然会少了很多的。弊也不用多说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特别是现在这个非常诡异的大环境下，很多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比如央视一套主力播放的《人世间》，其超级火爆的收视数据，带动起来了足4亿的观众的积极性去追看这部电视连续剧。前后的热搜和喜报，让央视简直无情碾压了其他所有的潜在的对手和卫视的平台。举国之力之下的大台之风，简直让人重回到了40年前的那种独家的盛况和场景当中去了。这一次人世间无意中锋的大获成功，让各大卫视和网络平台狠狠地明白了2个道理。一个道理就是真的需要用心去做那些超级接地气的时代正剧的了，这才是以后挣扎求存的补瓣的刚需来的。从《山海情》《觉醒年代》到《人世间》，这些时代正剧的接连的火爆，明晃都和现实题材脱不了关系。正如郑晓龙老导演所说的那样，任何题材都能讲好故事，真实才能吸引观众。时移世易，现在的娱乐圈已经不是神剧乱飞的那个改开时代了。另外一个道理就是，想要跟央视争锋，只能靠幸福到万家这种顶级流量担当加上顶级演技担当的时代正剧才行。去年年底，目空一切的央视突然空降收编了幸福到万家，并且不遗余力的热捧赵丽颖，吹鼓幸福到万家。看中的就是幸福到万家跟
2022年年度正剧之王人世间的匹敌能力和抗衡能力。因为幸福大玩家的剧情和人世间一模一样，都属于感人至深、收割共鸣的现实题材。两者的剧情同样接地气，同样超写实，同样容易引发出来观众们的情感共鸣，同时呢，还特别引人入胜，发人思考和深省。而且农村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从表面上看其实并不高大上，比起那些甜宠剧、偶像剧也不容易夺人眼球。然而呢，真实的剧情，特别是仓皇的生命，特别容易让人揪心不已，感同身受，切入到泪点当中。甚至在新闻我老是与别不同的眼里，讲述农村故事的幸福，比讲述城市故事的人世间，其实更有看点，更有泪点。因为低调有内涵、困顿有希望的农村的题材，往往更能进入到人心，打动到人心。因此赵岭的这部剧能够出现几家电视台一起哄抢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央视空降抢戏的情况出来，只能说明幸福大玩家真的是让国家最强的宣传喉舌都紧张万分的了，生怕幸福大玩家抢了自家的人世间的风头了，于是乎先收编了先。跟着呢，结果呢？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王一博如果饰演的角色都是统一的阳光男孩完美形象的话，所有转型和突破的想法都注定只会停留在了自己的口头上了。因为无论王一博以前在影视剧当中所饰演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并不代表着在所有的影视剧当中都要去饰演同一种类型的角色才行。无论王一博在电影《无名》当中饰演的是坏人还是好人，都是由剧情和人设来决定的。好人人设或许中庸，或许如常，却也保险；而坏人人设呢，或有突破，或有颠覆，但也惊喜。因此呢，当我们期待各种美好出现的时候，本来就应该预备好一些惊呆或者惊吓出来的。例如赵岭的对家，在听到央视弃剧幸福之后，一直都在可劲儿的嘲讽赵岭天生克剧。问题是他们肯定是100%的不知道央视弃剧的大旗到底是什么。例如王一博的黑粉们一直都在贬低王一博的演技，就是面瘫的代名词来的。问题是他们也是100%的不明白面瘫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面瘫与否在乎灵气，也就是说眼睛里面有戏，而且眼神戏里面有起承转合的话，那么面瘫的指控就彻底的虚了。面瘫是指眼睛里面如果没有戏的话，那才是真真正正的面瘫了。所以说无论陈情令还是有匪，仔细去看一看王大弟弟王一博的眼睛就知道的了。同样的，弃剧与否在乎国情，因为赵岭的幸福大玩家风头实在是太劲了，所以呢，让央视的人世间感到了无穷无尽的挑战和压力出来。于是乎
在不容有失的豪横大前提下，号令天下的央视轻轻松松的从诸侯的手中收编了这出幸福大碗家，目的只是为了人世间开道而已，只是为了给人世间清理掉最大的潜在的对手和障碍而已。当人世间无意外的顺利播出之后，并且无悬念的横扫了对手之后，阴谋最终得逞了，幸福也最终自由了。